各位，本次的月圆之夜，福生拍卖行首件拍卖品，一张美女的脸皮，请各位开始出价。这位女士的出价是余生的子孙福，还有人继续出价吗？点天灯，启程。不对，除了脸，别的地方都没变。这不是我要的，我不拍了，我不拍了。你到我的拍卖行是菜市场了，由得你讨价还价。多美的皮囊，世人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至于这皮囊之下，是老是丑，是苦是痛，又有谁会真的在乎呢？理想成器，永不赎回，这是本行的铁律。若不接受，便请离开。在这里，大家能拍到世间的一切欲望、才华、健康、情爱。至于大家需要如何的出价，为自己的欲望买单，由温行主全裁定。接下来由他主持今夜的基因专场。第一位是 IQ160的超级大脑，第二位是运动天赋超群的奥运冠军之子，第三位是极具商业天赋的数学天才。这些拥有人类顶级基因的3位标的，需要各位用最珍贵的东西作为竞拍出价。从第一位开始，需要您3代创建的商业帝国来拍。您需要拿出10年的阳寿加价才算公平。如果是你加价，需要一对肾脏以及这双腿。100亿。听说老飞宇也是20年前被温行主亲手拍出的标的，那有什么的？这温行主几百年不老不死，拍出的标的数不胜数。100亿。出价太低，入不了局。我要拍的是你的拍卖行。温行主是真的不认识我，还是假装不认识？我有认识你的必要吗？温行主，
我家少爷可是冷血丹青集团的总裁，这天下的拍卖行十中有9，可都是我家少爷的生意啊。可惜了，福生拍卖行做的偏偏就是那第10桩生意。冷少爷的商业帝国，在我的拍卖行里，怕是买不下任何一件拍品。哦，比如呢？逝去的时光，错过的缘分，或者是人的贪、吃、嗔。冷少的钱能出得了什么价？出不了价也无所谓，我可以让你的拍卖行关门大吉。是你呀，小菜芽。想要事业腾达，需要以放弃与亲生儿子一生的羁绊为出价，这样你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铃声渐响，当年我可是给你拍到了首付之价，如今来闹，实属恩将仇报。姐姐断我亲缘，干这种勾当的拍卖行，让他倒闭，是做善事。王口小儿，实属无知。华歆，送客。是。慢走。不说说了，阿姨，你家这小姐这到底芳龄几许了呀？慢走。问你老板记下我电话，烦困了随时找我。我们小姐不用手机，有事儿可以写信。慢走。华歆，迎客。小姐，你都忙了一天了，明天再开门吧。是。房主，求您救救我们妈妈，她快熬不过今晚了。文行主，听说福生拍卖行什么都能拍得到。求求你！起来慢说。10年前，爸爸被催债，出了车祸。来人了也不开门。老公，妈，人死债为消，妈妈一边养我和弟弟，一边花了10年把债还清。老表，你快点啊！磨叽干嘛？原以为日子会好起来，妈先去给你们煮饺子。妈妈却查出了癌症晚期。名校毕业的弟弟因为照顾妈妈被辞退，只能去工地打零工。我今天在工地上都赚了50块。3年来，为了治病，我们卖了房子，借遍了所有亲戚和网贷。求求你救救我妈妈，求求你了，医生！医生，医生！妈妈这辈子没有做任何坏事儿，为什么能落到这个下场？
他查出癌症那一天，他去上夜班，是为了多赚一点钱。你们想要什么？我们想拍10年的寿命给妈妈。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恕我直言，一贫如洗的家庭，连健康跟幸福都没有，想要拍命，你们出得起什么价吗？我们可以以命换命，我们各拍5年寿命，10年寿命给她。这位姑娘在福生拍卖行以命换命的佣金，需要额外支付1年的寿命，不值当的。我可以多出1年，只要我妈能活着。在我这里，立书成契，永不能反悔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只要能救我们妈妈，我们什么都愿意。如果需要，你额外1年的寿命当做佣金，你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只要有愿望，福生拍卖行就有生意。这女人真有800岁。据这位老先生所说，这福生拍卖行应该也至少得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。当年我给小姐做门童的时候，才10多岁，现在都80岁了，可她呢，还是那个样子。管他千年百年，我一定要搞福生拍卖行。那你，福生拍卖行最轻的一笔交易是什么？是这对姐弟为了癌症晚期的母亲以命换命。走，去搞房子。来啊！我这条命终于捡回来了，可以出院了。检测报告都出来了，还能有假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对呀，妈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我们这一家3口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。哎，姐，这边有妈爱吃的橙子，我去买点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！哎，记得挑些大的，别省啊。好。谢谢，我家少爷想见你。我可以用全世界最顶级的癌症治疗为你母亲治病。我妈妈已经痊愈了。你跟你弟最好去拍卖行把命赎回来。为什么？拍命买命，对拍卖行来说并不是一笔合算的生意。1年的佣金太低，除非你们弟家的命更值钱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那女人可不会让我们白捡了便宜。
你说，恐怕挺不过今晚了。我的儿，儿啊！不想再听贝贝哭，我不想再听你的故事说。我必须给我活着！我弟弟就要死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弟弟本来就剩5年的寿命，所以提前结束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没有那个义务。女菩萨，你行行好吧，你神通广大，你把我的命拿去还给我儿子好吗？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为什么同样都是母亲，差别会这么大？母爱不是万能的，我上拍卖行拍出去的拍品，没有反悔的可能。如何？你这要这么无情，10年寿命10个亿，我帮他们拍。在冷少眼里，钱是万能的，但是在我这拍卖行，钱就如同垃圾一般。况且，你哪来的自信，擅自干涉他人的因果？这次我用我自己把5年的寿命还给我儿子。妈，来不及了。你觉得你哪里配换5年的寿命？哪里能换5年的寿命？我还有听力，我还有视力，我还有健全的胳膊和腿呀！伟大的亲情，不过釜山拍卖行一次只能拍1件拍品，你的听力只能拍到1年的寿命。1年也行，1年也行。不要妈妈！好一个坏女人！今天那种场面，竟一滴泪也不剪掉，想要把福生拍卖行弄倒闭，看来要从温和的弱点下手。安妮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我要知道温和的过去。你说说你们知道啊？你千万连活动都不干，是不是？那燕国还留痕呢，那温房主活了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？你网上要是查不到，就去报纸上面去查。那报纸上面要是还没有的话，去查古籍去啊！毛头，古籍这个东西确实很难买，
我们也是找了很多家书店，也没查到。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去京东拍卖上去拍呀！少爷，这本古籍上面有温小姐的身份信息。哦，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买不难，找很难的，我花了1000万呢。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手机上登的是我的京东账号。这本古籍你在京东拍卖上只花了500块就捡漏。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。那这样，我把差价不用您。少爷，真的？你不是来偷你女儿的？我给你100万，你帮我这件事。温贺，宋家泰庚申年生，侍奉于为未婚夫，福怀妹生身故构之。你是我的至亲至爱，就因为无良术士的一句片言，就默认他侵犯我，然后虐杀我，来换取那根本就不存在的荣华富贵。姐姐，怎么能是骗言呢？你怀了这术士所授的古物之后，我们的父兄确实是双双加官进爵了呀。所以父亲跟兄长他们同意。月圆之夜，时辰已到，拖下去，开膛破肚，去说他腹中的古物。将来太医的献丑，今生骨肉也不过是阳谷的容器。姐姐，别瞪了，你的恨意越强，你肚子里的古物效用就越强。我们全家的荣华富贵啊，可都指着他呢。原来如此，所以那些嘘寒问暖、海誓山盟，统统都只是为了养蛊。别怨我们，要怨就怨你这至纯至善的仙鹤命格。别是你这妹妹，你简直愚蠢的令人发笑。能为你父兄的前程尽最后一份力，也算你死得其所。动手！我猜到你惨，但没猜到你这么惨，都惨进我梦里了。钟海已经有了1年的寿命，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温小姐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能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1年后就死掉吗？我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想给我弟弟续命。经历过2次竞拍，你们的残命已经毫无价值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，你刚结婚，可以拿你的家庭幸福换你弟弟2年的寿命。我有孩子，我不能牺牲掉我的家庭。那便请回吧。小姐，他还会再来吗？
人的欲望有尽头吗？小姑娘，饿了吧？来，刚出锅的热腾腾的大白馒头，吃着吃，香着呢。快快，来啊！妈妈，别吃！不是好人，馒头里面有老鼠药。这个吧。真漂亮的女孩，你想给她个未来吗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来偷你女儿的，我给你100万，帮我做件事。老少爷，您说过帮我，我想要100万。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不准去福盛拍卖行做交易。好，答应你。冷少爷成天往我这里跑，显得有些没脸没皮。我来送你一样东西。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诅咒你们！小姐，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是？月圆情深，恒古悠攘，轮回路径，痴情之泪，非不得渡。小姐，三番五次挑战我的底线，我看你对这尘世间没有什么眷恋了吧？温行主活了800岁，等于活了8辈子，怎么还是这么没有人情味？你既然能找到这个镯子，想必定能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问题。从我找到你那天起，我每天都会想到你，每晚都会梦到你。我就在想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心为什么又冷又烈，还不会流眼泪？大家都说我们男的普通又自信，他们说的没错，但是文赫，我就是有这个自信，让你为我流眼泪。文赫，我就是有这个自信，让你重新看到人和人之间，除了交易，
还有情谊。主人，那个为母亲以命换命的女儿，有人愿意以他的命换我弟弟的命。福生拍卖行的规矩，一经售出，永不赎回。你可想好了？他给了我100万，只要我女儿这辈子不愁吃穿，我愿意。你很聪明，用他的命换你弟弟的命，但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这个道理，你也应该知晓。温行主按规矩办事就行，你别对我说去。你答应过我，给你100万，不再来富生拍卖行做交易。现在交易的人不是我。这就是冷少爷说的，人与人之间有真情，人之初性本恶。按照福生拍卖行的规矩，他想拍下他弟弟的命，就得付出代价。就因为你的插手，让更弱势的群体替他付出了代价。助纣为虐的是善良的你。没有人性经得起考验，你错在用拍卖行制造考验，以此来验证自己的错误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无论是搞垮你的拍卖行，还是让你为我流泪。等等，小姐一直在找这只手镯，我寻遍全国都没找到，你哪里找的？世道变了，温和大小姐。京东拍卖800年前，人们终其一生都可能得不到的东西，在21世纪，动动手指，也许就能找到，便宜又方便。如果是小姐想要找那稀缺命令的服饰，也能在京东拍卖里拍到吗？当然，你试一试，会发现新世界，也会发现我们可以不用活在过去，固步自封。在这里，我用自己的子宫能拍到什么？来了一位有趣的客人。华歆，来了一位有趣的客人。小姐，你需要什么？在这里，我用自己的子宫能拍到什么？我叫吕小迪，是我们村唯一考上本科的大学生。可在我父母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子宫的容器。爸妈，你张阿姨给介绍了个男的，你要是不见，以后连我们也没见了。妈，我正在忙项目呢，而且那男的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们老吕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你说你考上大学有什么用啊？一分钱都不赚，还不结婚生子，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，还说你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失去了子宫，就能让他们看到我真正的价值，看到真正的我。你想用你的子宫拍什么？钱。钱？有了钱，父母才会高看我一眼，我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我不想再用廉价的卫生巾了，它真的很不舒服。我想在冬天给自己买一件薄一点的羽绒服，我的棉衣和毛衣真的太重了。
小姐，冷少爷要见牌主。你是？你跟他去吧。你要钱，他家少爷多的是金山银山。等你有了其他的欲望，再来找我。跟我来吧。主人，这小菜芽少爷千方百计的阻挠我们收牌品，你就由着他胡闹。他的困惑，钱解决不了。我不能白拿你的钱。这是你的预科薪资。作为清大 AI 专业的优秀毕业生，我愿意给你这个职位和薪水。此外，我会预支你一笔安家费，让你可以立刻改善你父母的生活。条件是什么？离温和的拍卖行远点，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别人的问题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你父母后天要来看你，如果他们看到你过得很好，或许就不会再逼你结婚了。去带他置办几身像样的行头，声用我说。是。不，我的薪水支付不起。那就用这个。京东拍卖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捡漏，性价比高。你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智慧花你自己的钱，不必觉得欠我。任小姐，可以来取您的牌品了。少爷，准备好了。像那么回事了。迎接崭新的人生吧，吕小姐。你现在开始跟老子上课了啊，头头是道的啊，甭管是真的假的，一个女人不生孩子都是假的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热闹。这次搞活了你的生意，岂不是？我跟你打个赌，要是他之后还回来找我，你就输我1整年的顶级武夷山大红袍。若他没来，你就输我一个答案。关于这800年，你是否对人世动过心？哎呦，我的大外孙，真乖！你看看你表姐，3年抱俩，多给家里长脸。婶婶，这有什么？我老公喜欢孩子，还说啊，我还得再给他生个儿子呢。不像小迪，一心搞事业，现在啊，还有你们2个为他操心。他那是没本事，肚皮没用啊，女人就没用。爸妈，我们先点菜吧。小迪啊，不是表姐说你，这女人呢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就像我，虽然书读的没你多，但我老公疼我呀，我老公能干。我这些包包、首饰啊，都是他给我买的。就是，这才是正经女人的福气。你瞎打拼这么多年，那不如你表姐那张肚皮。我靠自己打拼，确实很苦，但也让我积攒了生活智慧。比如说我的包，还有这枚胸针，都是在京东拍卖上捡漏的，没有那么贵，但却是正品。京东还有拍卖？
听都没听过。小迪，你就算要充面子，也编个像样点的理由吧。你没见过真的奢侈品吧？这个吧，限量款，全球就这么一个。你没听过京东拍卖？那也怪不得。根据京东拍卖显示，你手上这款包的所谓唯一限量款，目前仍在竞拍，并未成交。这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表姐，你身上这件外套线头好像有点开了，下次还是在京东拍卖上拍吧，能保证正品呢。你们联合起来骗人！我生了2个孩子，给国家立了大功，这怎么可能骗我？老公，你给我买的限量款包包还有外套，是不是都是真的？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生2个孩子了，还在意这些虚的？假的也能背，整天就知道攀比。你看看人家吕小迪，一个人在大城市混得风生水起，你再看看你。你们以前总说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一无是处，现在看到了吧？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唯有自己赚到的才是真的。你现在开始跟老子上课了啊，头头是道的啊！甭管是真的假的，一个女人不生孩子都是假的。这又是你说的人间自有真情。小特雅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人世间真正的欲望是无法用钱来填平的。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，我实在无法真正。所以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现在开始跟老子上课了啊！这次我和你妈来，就是把你结婚老单，让你结婚生子。爸，我求你了，我会好好赚钱给你们养老的，但你别逼我行吗？刘飞，我不活了！君山女儿不管我死活，还要让我们绝后啊！看你把你妈气的。谢谢冷少爷的茶，只不过这戏太烂。能播你一笑，也不赖。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，你真是一个暖男。表弟，表弟，别冲动啊！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家少爷商量的，没必要去这个服饰拍卖行啊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哎，表弟，你答应过我家少爷的。你再说了，你还有这合同在身呢。欠冷少的钱，我会还。哎，表弟。吕小姐，往后多事。我爸妈为了让我回家结婚生孩子，居然以死相逼，直接绝食了。爸，妈，我求你们了，3点了，你吃点东西吧。你不回老家结婚，我跟你爸就不吃饭，我死算了。妈，我求你了，爸。
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，我实在无法置之。所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希望他们不要逼我结婚生孩子，我一条活路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活下去的筹码压在别人身上呢？每个人都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无法介入他人的因果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父母绝食，以死相逼，你就妥协，哭哭啼啼的，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有爱者安稳，无爱者自由。做一个六亲缘浅之人，换一个自由之身。少爷，于小蝶用自己的孝心在福山拍卖行做了交易。然后温小姐给你送了一封信过来。小菜芽，别灰心，后面还会一直灰心。裱起来。让你裱起来就裱起来。拿去裱起来。少爷什么时候喜欢上书法了？让你裱起来就裱起来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瑞春，哎，大爷在哪儿啊？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无情却被多情恼。用来徒劳的证明你那一套人性本善论。来回信，我性急，等不了你那套鸿雁传信的旧把戏。下次直接打给我。年轻人的消毒器，我不感兴趣。消毒器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看现在的人吃饭之前都拿它出来照照消消毒。我也有毒，你拿它朝我消毒就是。小姐，新到的名贵拍品，有人卖掉了他的泪腺和食欲。月圆月的拍卖会之前，温行主不如展示一下，还藏着些什么好东西？这是吃不胖的体质，拍到它需要拿出3年的味觉。这是能够读懂女人心的能力，想要拍到它，需要拿出一段真挚的友谊。这是桃花运，这是色戒，那个是艾滋病免疫系统。福生拍卖行每一次响铃，都代表着一部分灵魂的剥离。拍卖的真相，就是真正的等价交换。难道在福生拍卖行里，就没有关于幸福和真情的交易吗？有啊。一位养老院的老人，用他与儿女所剩无几的亲情，拍到了一辆童年求而不得的四驱车。一个残疾的中年女人，用她的味觉，拍到了一瓶世界尽头的融冰。还有一位母亲，儿子抑郁症自杀后，她用她的厨艺，拍了原本无法修复的聊天记录。
不过这些美好不足以抵消人世间1%的痛苦。我见过的贪欲、沉沦、黑暗，才是人心冰山下的永恒。所以小菜芽，收手吧，你改变不了人心。等我10分钟。这是10年前的手机，数据已经完全修复。那位母亲的厨艺本可以留着，为自己做一顿暖心的饭。想知道世界尽头是什么样子，也不需要输出意志，在这里就能身临其境。这是京东拍卖，你看，童年遗憾的四驱车，世界尽头的冰雪，甚至是承载记忆的古老物件，这里都能找到。幸福和圆满，并不一定非要付出亲情、味觉、厨艺这么惨痛的代价才能换取。所以你想让我收手？不可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消毒器里装了游戏，挺好玩的。别总活在过去，多看看眼前人。地光换不了在城市内生存的技能，但是你的丈夫跟女儿可以，你愿意吗？小姐，你连续熬夜3天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华歆，对他们现代人来说，熬夜是不是不好啊？会死人的。那你怎么不提醒我？反正我们也死不了，想熬就熬呗。哟，这么晚了。我能用我种的地瓜，在你们这儿换个在城里头生存的技能不？一袋地瓜。给。这些都是你画的？种地的时候闲着，闲着也是闲着嘛。你为什么想要一个生存的技能？我是李云兰，一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妇女。妈妈，你都不上学，练什么字啊？谁说不上学就不能写字了？你也赶紧写。跟着俺女子学了些字以后，也喜欢读读诗，看看书。现在我最想干的事都是到外面去看看。村里的人老是笑话我女子，男人也不理解我，什么脑子有麻达。所以，我宁愿真心的痛苦着，也不想。地光换不了在城市内生存的技能，但是你的丈夫跟女儿可以，你愿意吗？我最恨别人这样按着我。我弄死你！没事吧？你个死老头！你不想活了你？你这个黑心眼的女人，把俺买来的媳妇给骗跑了，就不管俺给闺女，你赔俺9万块钱！
功夫。疼吗？那我轻点。这个也是那时候弄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上面写的。我也偶尔会弄的。所以你真的每晚都梦到我？哎，年纪大就能耍流氓吗？我做的都很正经嘛。之前拍卖行的每一笔生意，你都会插手，怎么李云兰这次你没捣乱啊？可能因为这是他真正想要的，而且他也放弃了自己的孩子。姐姐心疼我啊，今晚别回去了。丹妮下班了，我睡不着。你和丹妮原来……我就说你们年纪大也不正经吧。姐姐，谢谢你昨晚陪我睡觉。走了。不一起吃早餐吗？我们年龄差距太大，不合适。哎，你好，你们这有招聘的岗位吗？我们有打扫阿姨了，不招。我不是来面试打扫的，我是来面试市场方面的工作。大妈，我们家里很忙的，你不看看你那什么样子，一看就是乡下来务工。哎，你好，找一下你们副总在吗？又来一个，今天是穷人赶集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干嘛呀？再不就拔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懂，有两个乡下来的，说要见你，我不肯，就乡下来的，王总可是我们公司的投资方。王哥，您来了怎么没给我打招呼呀？实在抱歉啊。王总，我不早点来，都不知道你们公司从哪儿招来这些东西。王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给你擦干净。王总，您消消气，水生财生运，公司给您准备的礼物之前一直排不上，刚才一遇到水，马上就排上了。亲笔签名求医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呀？副总早都跟我们交代过了。您看，京东拍卖还额外赠送了您足球比赛的门票。副总，你可真行啊！王总，您内请。你明天不用来了。你想来找工作？是的，副总。你怎么知道王总是个足球迷？我看见王总虽然穿的朴素，但他的上衣是老旧球衣，印着号码，还看见他的手机屏幕是他和足球偶像的 AI 合照。你是从村里来的，既然知道 AI， 还知道京东拍卖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。那你跟着我来工作吧。谢谢，谢谢副总。你认识温鹤吗？姐姐，又来陪我睡觉啊？这个给你，这是你母亲唯一留下的东西，里面封存着她做出选择那一刻的记忆。
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我想通了，你3番5次的来拍卖行捣乱，其实就是为了接近我，换取你母亲当年放弃你的真相。所以在你眼里，一切都只是交易。事实如此。想要事业腾达，需要以放弃与亲生儿子一生羁绊为代价，这样你也愿意？我愿意。我要事业，我要雷震。他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抛弃，孩子就该恨他。那不是冷血丹青集团的少爷吗？他怎么也在这儿？冷少爷，久仰大名。你认识我？谁不认识冷少爷？副董白手起家，把集团做到千亿市值，我更重要才是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不见副董的公子？冷少爷可能是搞错了，我孤身一人，从来没有孩子，当然也享受不了天伦之乐之福。理解，孩子嘛，都是累赘。无论如何，还是欢迎冷少爷到来。各位，我宣布，今年公司的最佳员工，他就是李云兰。恭喜！谢谢副董。大家好，很荣幸成为集团的优秀员工。今年，这灯怎么灭了？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太记仇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你。妈妈，你是不要我了吗？那俺女闺女都想着你呢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家呀。这也太残忍了，这不就是抛夫弃子吗？看他的装扮，也不像冲夫啊。是啊，俺女闺女就想着你了。不是我，福山拍卖行的行主从来不会插手竞拍者的人生。那又是谁？一个能爬到这个位置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不会适应人心？李云兰来找我做交易的事情，她都知道了。那直接开了不就好了？干嘛要羞辱人？这是考验，考验过了就是自己人，没考验过，回归家庭，一石二鸟。谢谢集团送给我的礼物，让我见到了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家人，也让我回溯了一个女人的来时路是多么的艰难。我出身于农村，要不是有家人的支持，我自己100%的努力，副董的帮助和集团的平台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所以，我手上的这个奖杯，它不仅仅属于我，
更属于我的家人和集团每一位付出的你们。好。副总真是好眼光，培养的员工没给你丢脸，跟你一样有魄力。这是他选择的路，我只是提点提点。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么做会遭人恨吗？遭人恨。一个女人要想事业上获得成功，既要被人指责不把家庭放第一位，又要被人可怜说她寂寞空虚。如果这点都经受不住，不如早点回家带孩子。他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抛弃，孩子就该恨他。恨又怎么样？爱恨皆由人不由己，他不会后悔的。况且，他给孩子找了一个好家庭。好家庭，好家庭。听说你是一口2个的天才，才把你派回家，希望你能挽救集团。如果这点事都做不成，就不准出来，也不准吃饭。这就走啦？舍不得我，那你跟我回家。我还指望今日让你跟你母亲团圆，了了你一桩心愿呢。原来他真的只有在浴缸里才能睡得好些。姐姐原来是可怜我，该不会以为我今天愿意来是为了跟福田相认吧？你不想？不是有感情就非要在一起，他功成名就，我也名声在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任意默情。冷少爷真是好度量，只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。什么意思？来下一个。3、2、1。我来了，哪吒三太子，好你一个泼猴，今你要你好看！下手啦，下手啦！渣渣姐姐，我的裙子，我的公主裙呢？宁宁，俺媳妇有钱了，就不要俺和闺女了，自个儿潇洒快活。我恨死她！我要我妈妈回家，回到我跟爸爸身边。你们想拍什么？我要我妈妈爱我。哎呦，媳妇，俺女人比你傻子，你要她回来，守着我们一辈子。你们想用智商拍一份亲情和母爱？是。我要你父主殿下。你妈妈会失去她拥有的一切，你可想好了？我要让她后悔，永远陪在我身边。宁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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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错了，对不起你，妈妈你的好妈妈，宁宁妈妈错了。他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了个人？难道他也疯了？妈妈不应该抛弃你，妈妈太疼了。
少爷，这是林云兰的近况。现在她可是村里的模范女人，人人都在夸她，说她不离不弃，孤身一人照顾2个低能病患。这看来是她后来又去找了温行主，彻底把李云兰给绑在身边了。少爷，副总来见你。上次公共场合难免疏忽，没深入了解。今天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副总，有话直说。什么副董呀，这么生疏？你是不是有个小名叫小菜芽？请不要这么叫我。我家少爷只允许亲近的人喊他的小名。副总，很难得见到你今天这么客套的样子。莫不是因为见到了你的得力助手李云兰，高夫弃子，被家人报复，所有心血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？你大可放心，毁掉你对我没好处，我没兴趣。从小到大，我上什么学，能不能上桌吃饭，包括嫁给谁，生不生孩子，都不由我掌控。直到我有了你，才有了人生翻身的筹码。真是可笑，又如此幸运，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了。我养着公司2000多名员工，又受千万股民拥护，这一座座的高山都是我自己攀爬出来的。如果你要问我，孤独终老，无人陪伴，无人爱，会不会后悔？我不。那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来宣战。如果你想要毁掉我，我不怕。就算是我死了，我的墓碑上刻着，也只会是昊天集团董事长，而不是你冷非礼的母亲。滚！你我之间的缘分，早在2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永不再见是最好的结局。不要试图再来找我。少爷，都给我滚！想不到家产万贯的总裁少爷，也会因为人性的卑劣而感到难过。别来烦我。要不你把你的情感卖给我，我给你换点别的。如果我拍卖了我感情的代价，是我永远都会记得你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不在乎。你是我拍卖过的标的，作为行主，永远不会参与标的的人生。永远。永远。你活了几百岁了，你等什么永远？你连一辈子都没有过，你知道什么是永远？你说的对。我算是知道了，你是个女人，不仅卑鄙，心肠狠硬，嘴里更是没有一句我爱听的话。对不起。
今天来我只是告诉你，以后都不必再见了。连你也要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也要这样？现在的人老是羡慕以前，说什么车马慢、书信远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都是骗人的。我活了800年都没见过。擦亮你的眼睛看看吧，冷飞羽，你母亲不要你，我也不要。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心，我一直强迫你，不过是想要你这颗愚蠢而又炙热的心。金色。小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明明你心里……华歆，你忘了那一句谶言吗？月圆倾逝，魂孤悠然，轮回路径。我是生生世世被禁锢在这里的冤魂，而他有生生世世的轮回。如果注定要结束，那长痛不如短痛。华歆，浮生拍卖行该换一个地址了。魏小姐，您去见一下我家老爷吧，他快不行了。少爷，您看谁来见您了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刚认识的时候，你难当我姐姐，姐姐辛苦啊。现在我老了，能当你爷爷了。没大没小的。我就说，你陪我睡觉的时候，我睡得最香。这是少年，一生没有娶妻。温和心情，见字如面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你，竟已是绝笔。早知道就多写几封。像你这种老顽固，一定会把信都收藏好。你总说人性脆弱，如今我深以为然。但也正因如此，那些明知短暂却依然投入的炽热，那些遇见破碎却依然给出的真心，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爱，才尤为珍贵。我终于用一生证明了这种珍贵，也让你看见了这种珍贵。勿念，冷飞羽。请问是服装拍卖行吗？已经停止营业了，请回吧。我的膝盖啊，疼得厉害。累了，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
风铃碎了，我也该去轮回了。华行，我将你的卖身契给你，以后你就自由了。华行，好眠。小姐，老爷走了，他给我留下一副念想。我们就守着这拍卖行吧，总有一天，小姐和少爷会见面的。一定会见面的。冷少爷，请你帮我一件事，我想用我3生3世的真爱来换魏兰能和温和相守一世。小姐不在呀，我擅作主张，定了。1000万，这位先生出到了5000万。我是小乔。李叔总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温行主，华兴的车坏了，拜托我今天陪你去商场。华兴的车不就是你弄坏的吗？我出。别看了，我冷飞鱼保证，这方圆百里的车全坏了。怪不得你那么蠢，开的车像一只猪一样，瞅得我眼睛疼。反正今天你除了这头猪，这辆车你也没别的选择。那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请神如玉送神难。冷少爷，欢迎光临。把你店里的车后条信都拿出来。好。现在这件整张的小牛皮，上整的野兔毛，非常符合您的气质。喜欢吗？给你买2件，换着穿。裁剪的这么粗糙，一看就是拼接的。兔毛，这么扎手，也不是真货吧？现代人的衣服确实不适合姐姐，我找人给你定做。看看，喜欢你什么款式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件现在应该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。姐姐眼光真好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先给你买珠宝。少爷，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件现在应该在伦敦的白家。这样，我更喜欢一些老物件。魏小姐，您这多手这招耐人了吧？要是做不到的话，可以直接说自己不行啊。哎，你别让我在800岁的女人面前丢了面子。
这有什么办法的？温行主就喜欢古董，随便来。京东拍卖线上就可以淘珠宝首饰，还有黄金古董，只要动动手指，在家就能买到好东西，比我们线下一家家店去找方便多了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买！我为赛国赢。欢迎各位参加今天2025年的古董拍卖专场，让我们看看距离我们500年以前的时代又有哪些美好的时光定格。第一件拍卖品是一处互联网景观，京东拍卖500年前的古董 APP 运行景观切片，是至今最古老的中国科技鼎盛时代里的知名网络拍卖平台，象征着全民捡漏的巅峰时刻。500万起拍，竞标开始。10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。接下来的拍卖品是一件2025年的书法信件，是当今被古董书法库记录在内为数不多的互通信件之一。信件内文新奇，写有“小菜芽别灰心”，后面会一直灰心。它来源不详，在科技时代竟进行着书信来往，身份存疑，背后是爱情还是亲情的故事，令我们充满遐想。收藏价值为 S 级，1000万起拍。1000万，这位先生出到了5000万。6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9000万。恭喜这位先生获得藏品。你好像也很喜欢他。我只是觉得对他有一种莫名的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那小姐觉得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？要我说啊，这应该是暗恋后辈的女人给后辈写的书信。你看这上面调侃的语气，只有女人看得出来。或许是写给宠物的。宠物？比如逗逗可爱的猫啊、小狗啊，也会如此吧。其实这是我的传家宝。传家宝？因为盗窃丢失了几百年，我爷爷让我务必把它拍回去。那这其中又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呢？是我祖上的一个祖辈，一生爱而不得，只有这幅作品在身，孤身而亡。姐姐笑什么？你好笨！要是爱而不得，这幅作品能被精心保留到现在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这分明是爱有所得。我叫小乔。冷书泽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